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让人警醒的真实故事。主角是一位62岁的女士，一名看起来普通的家庭主妇，却在不久前因糖尿病并发症突然离世，家人悲痛欲绝，医生更是惋惜地摇头。在调查她的生活习惯时，医生发现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关键，她每天早晨吃的早餐竟隐藏着健康杀手。这位女士生前最爱的4种早餐，看似美味可口，却一步步将她推向疾病的深渊。为什么平凡的早餐会有如此可怕的影响？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，揭开这4种早餐的真面目。这不仅是为了缅怀这位女士，更是为了提醒所有人，有些习以为常的美食真的该适可而止，别再贪吃了。首先，我们得明白糖尿病的厉害之处。糖尿病不是一下子降临的灾难，而更像是长年累月埋下的定时炸弹。许多人年轻时肆无忌惮，等上了年纪才发现血糖失控，开始后悔莫及。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血糖高本身，而是它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，心脏病、中风、肾衰竭、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，甚至微血管循环不良导致截肢，每一项都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们今天的主角，那位62岁的阿姨，原本还能陪伴家人更多岁月，却因为糖尿病的致命打击，过早离开人世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日常看似温和无害的习惯，其实可能在长年累月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。而早餐作为一天的起点，更是影响血糖和代谢的关键一环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正餐少吃点糖，控制甜食，糖尿病就不会找上门。然而医生们指出，早餐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视却问题最大的地方。一份不健康的早餐可能让你一整天的血糖都处在过山车状态，长期如此，胰脏每天被迫超负荷工作，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胰岛素抵抗，也就是胰岛素这把钥匙开不了细胞的门，葡萄糖无法顺利被利用，血糖就高居不下。胰岛素抵抗一旦形成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引发肥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最终导向第2型糖尿病。所以早餐吃得好不好，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能左右健康。近期有研究针对10多万人进行长达10年的追踪，发现不吃早餐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，而那些常吃不健康早餐的人，情况更是雪上加霜。不吃早餐固然不好，但乱吃早餐，吃错东西，同样会埋下隐患。那么究竟哪4种早餐是医生点名要我们少碰甚至停止的呢？接下来我们一一揭晓这些早餐黑名单，看看你是不是也天天都在吃。第一种，传统油炸类早餐，酥脆诱惑下的健康隐忧。清晨的街头巷尾常常飘来一阵阵油香，金黄酥脆的油条刚出锅，香气四溢的葱油饼诱人食欲。大排长龙的早餐店里还有刚炸好的甜甜圈、麻团、萝卜糕等等。对许多人来说，油炸早餐是记忆中难以割舍的美味。拿起一根热腾腾的油条，外皮酥脆，内里松软，咬下一口满嘴香浓，配上一杯豆浆或米浆，仿佛就是完美的一天开始。然而这样的美味却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。医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提醒，传统油炸类早餐是血糖的头号大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看油脂和热量。油条、油饼这类食物在高温油锅中浸炸，早已吸满油脂。一根看似轻飘飘的油条，其实热量极高。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，一根油条的热量大约相当于3碗白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早上吃下去的油条热量爆表，身体一时半会无法消耗，只能把多余能量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。长此以往，体重直线上升，腹部堆满脂肪。而腹部肥胖正是引发胰岛素抵抗的罪魁祸首之一。内脏脂肪过多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，使血糖更难控制。除了发胖和热量，更大的问题在于油炸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。当面团在高温油锅中翻滚，酥脆的口感背后是反式脂肪酸和氧化分解产物的产生。反式脂肪是一种对健康极为不利的物质，它会增加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，大大提升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同时，
反式脂肪还会损伤胰岛细胞，让胰岛素的作用大打折扣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反式脂肪更像是在胰脏伤口上撒盐，让血糖控制变得更加困难。还有高温油炸环境下可能产生一些致癌物质，例如杂环胺、多环芳香烃等，长期摄入对全身各器官都有害无益。我们的62岁主角年轻时特别爱吃油条配烧饼，觉得这是传统美味。即使确诊糖尿病后，他还是难以戒掉对油炸早餐的偏爱。他常想，早上吃一点炸的垫肚子不会怎么样吧？但事实证明，正是这一点点的放纵，日复一日地损害着他的健康。医生在回顾他的病史时推测，长期摄入大量油炸食品，使他的体重一度超标，腹部脂肪囤积，血脂也偏高。这些因素联合作用，让他的胰岛素抵抗状况越来越严重。早上那根看似无害的油条，就像一颗颗不定时炸弹，最终引爆了糖尿病这场灾难。其实，不仅是糖尿病患者，任何人长期以油炸食物做早餐都潜藏危机。空腹时摄入大量油脂，会让血液变粘稠，短时间内血糖血脂齐飙，身体处于一种负荷过重的状态。有些人早餐贪图方便，买2根油条路上吃，结果一到办公室就觉得脑袋昏沉，疲乏想睡，这往往是血糖快速升高又迅速下降，引起生理性疲劳的反应。更严重的是，久而久之，胰脏负担过大，更容易引发胰岛素分泌失常。难怪医生们形容油炸早餐是胰岛素抵抗加速器，如果不控制，早晚有一天会尝到苦果。所以，第一种早餐黑名单非油炸食物莫属。当然，偶尔解馋吃上一口并非洪水猛兽，但绝不能天天当早餐主角。特别是中老年人和血糖偏高的人，更要管住自己的嘴。别忘了，酥脆的口感只是一时愉悦，换来的可能是日后漫长的病痛。不贪这一口，为自己的血管和胰岛细胞减压，就是在给未来积攒健康本钱。第二种，精致碳水早餐白粥配馒头的升糖陷阱。说完了油腻腻的油炸物，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迷惑性更强的早餐类型——精致碳水化合物早餐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说，就是那些主要成分是精白米、精白面的食物，例如白粥、白米饭、白面包、精致面条等等。许多人早餐爱喝碗白粥，配个馒头或面包片，觉得这样清清淡淡最养胃。尤其是在东方文化中，白米粥被视为温和不刺激的典型，很多长辈更是从小叮咛，早上喝碗热稀饭，身体好消化。然而，医生却要大声疾呼，白粥馒头那样的组合其实是隐藏的升糖炸弹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疑惑，白粥不是清淡好消化吗？怎么反而不好了？关键就在于升糖指数 GI 值，白米粥的升糖指数高达将近90，甚至比我们直接吃白糖还要高。这并不是夸张的传言，而是有科学数据支持的事实。长时间熬煮的软烂白粥，米粒中的膳食纤维大部分已被破坏，剩下的主要是容易消化吸收的淀粉。当我们空腹喝下一碗热腾腾的白粥时，就等于短时间内摄入大量葡萄糖水，血糖会比喝等量的糖水还升得更快。而一个松软的白馒头几乎也是纯粹的精致淀粉，没有太多其他营养。一口馒头配一口粥，真是把碳水化合物加速吸收发挥到极致的吃法。让我们脑补一下这样的场景：早上肚子空空，你端起一碗热粥，咕噜噜几口喝下，再咬几口白面包或馒头，不到半小时，胃里这些精细碳水就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冲进血液，你的血糖曲线仿佛坐上了火箭，一下子窜升，胰脏立刻收到警报，不得不疯狂释放胰岛素来应对这波糖分洪流。血糖被压下去后，由于这类食物缺乏纤维和蛋白质，饱足感维持不久，很可能2-3个小时后你又饿了。而再次饿的时候，往往正值血糖回落甚至偏低，你会觉得头昏心慌，迫不及待想再吃点东西，于是很可能上午茶时间又补充饼干零食，或者中餐不自觉的多吃，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早上精致碳水吃得多，导致血糖大起大落，接着食欲大增，一天下来摄入的热量反而更多，对血糖的刺激此起彼伏，如同坐过山车，
我们的主角阿姨早年生活节俭惯了，总觉得喝粥最养人，特别是听老一辈说过沉粥养胃的观念，她常年养成习惯，早餐一大碗白米粥，里面可能只放点葱花或几根肉丝提味，外加一两样小菜，通常是腌制的咸菜或花生米。在她看来，这样的早餐简单又传统，比那些油腻食品健康多了。可是她没想到，正是每日的白粥加咸菜成了血糖飙升的导火线。白粥升糖快自不必说，而常配的腌制小菜咸度高，含钠多，长期吃还可能带来血压升高和肾脏负担，可谓双重夹击。医生推测，阿姨多年来的早餐让胰脏不堪重负，每天早上都得面对一场血糖硬仗，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。在糖尿病找上门之前，她只是时常觉得上午特别容易饿，常要加点心，那其实就是精致碳水早餐带来的假性饥饿感。但她并不知道内情，反而因此吃进更多零食饼干，让情况进一步恶化。精致面粉含精致米的问题在于营养单一且缺乏纤维，在加工过程中，全谷物里对血糖友善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含矿物质都被大幅去除了，只剩下淀粉主体。这样的食物入口虽然绵软，不费力气消化，可身体太省事反而不见得是好事。吸收太容易，来得也快，缺乏纤维的食物消化完很快又饿。一份报告指出，长期以精致主食为早餐的人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显著高于多摄入全谷物的人。原因正是天天高 GI 起手，给身体反复的糖分冲击，逐渐削弱了胰岛功能。相反，如果早餐有适量全麦制品或粗粮，提供的纤维能减缓糖的吸收，血糖上升速度就比较平稳。可惜许多人图方便省事，还迷信清粥小菜养生，结果养没养生不说，胃是舒服了，胰脏和血管却在默默哭泣。其实不只是白粥，常见的白面条、粉面、米粉、吐司、包子等等，只要是精白面粉或白米制成且缺乏其他配料的，都属于高升糖的早餐类型。有的人爱吃阳春面、惠州、肠粉这类软烂面食，觉得入口顺滑。可你知道吗？一碗传统广式白粥的 GI 值将近和葡萄糖本尊差不多，而一碗普通米粉汤的 GI 值动辄也在85以上。如果再搭配甜饮料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难怪有些糖友抱怨，我吃饭也不多啊，为啥血糖老是降不下？追根究底，发现早餐爱喝粥，或者每餐离不开细白的大馒头。这些看似吃的不多，但胜在升糖威力巨大，等于一直在考验胰岛功能的极限。所以第二种应当停用的早餐，就是这些纯精致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早餐。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，更要对白米白面提高警觉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碳水化合物就十恶不赦，而是应该选择粗细搭配。如果喜欢喝粥吃面，也可以想办法改良，例如熬粥时用燕麦、糙米、薏仁混合白米一起煮，增强纤维含量。吃面包时选全麦面包，搭配鸡蛋、蔬菜一起吃，降低单纯淀粉比例。总之，不要让你的早餐只有软软白白的米面，颜色越单一，可能代表营养和纤维越不足。记住，血糖最怕空热量的碳水洪流，给早餐加点刹车和电子、纤维和蛋白质，才能让一天的血糖曲线更平稳。第三种，高糖饮料和甜食早餐。早晨甜蜜背后的血糖过山车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许多年轻人和上班族的早餐越来越西式化或速食化，来不及自己做饭，就在路上顺手买杯甜咖啡、奶茶，再配一个甜甜圈、奶油面包或者松饼当早餐。有的人则干脆拿块昨晚的蛋糕或几块饼干当早饭，边走边吃。早晨给自己点甜蜜的奖励，听起来很美好，糖分带来的快感能迅速唤醒大脑，让人觉得有能量，开始一天。然而，这些高糖饮料和甜食类早餐，正是医生们再三强调要戒掉的对象。如果说油条是高热量炸弹，白粥是隐形糖水，那么奶茶蛋糕就是一剂剂直接的糖锤，猛击你的胰岛。我们的主角阿姨平时口味清淡，但到了周末，有时也会跟风，犒赏自己儿女买来的新鲜蛋糕，舍不得不吃，
或路过奶茶店，孙女吵着要喝，他也买一杯一起尝鲜。他并非每天都吃甜食当早餐，但偶尔为之，却没有意识到糖分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多大负担。想象一下，一杯中杯规格的手摇珍珠奶茶，含糖量动辄在20-30克以上，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一天游离糖摄取量上限。而一些连锁咖啡店的花式咖啡，比如焦糖玛奇朵、香草拿铁等，大杯一杯里至少也有数十克糖，再加上一块诱人的奶油可颂或巧克力甜甜圈，这一顿早餐下肚，你摄入的糖可能比吃几瓢白砂糖还多。大量的精制糖在空腹状态下摄入，对血糖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。由于不需要几乎任何消化分解，糖分从胃肠道飞快地钻进血液里，结果就是餐后血糖陡然上升。为了应对血糖飙升，胰脏不得不火力全开地分泌胰岛素，一时间你体内的胰岛素浓度大增，把血糖猛力压低，血糖从高峰坠落。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心悸、出汗、注意力不集中，这就是所谓的糖崩，血糖快速波动带来的不适。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早餐如果只吃甜面包或喝甜奶茶，到了快中午时会特别饿，甚至会头昏没劲，那其实就是早上糖分冲击之后身体的反弹。长期这样的饮食模式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胰岛素抵抗加剧，胰岛素反复被大剂量刺激，细胞逐渐对它麻木了，需要越来越多的胰岛素才能降住同样的血糖。这种情况下，血糖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，身体的新陈代谢也被打乱。此外，高糖饮食容易导致热量过剩，糖转化的脂肪让体重上升，而糖分还会影响脂肪代谢。一部分多余糖分在胰岛素作用下会被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肝脏，久而久之，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可能缠上来，进一步干扰身体对血糖的调控。更别提糖对牙齿、皮肤等的影响。牙齿容易蛀，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被糖附着后加速老化，所谓糖化作用，让皮肤失去弹性，出现皱纹。可以说，过量糖分让全身都深受其害。回到早餐这件事，早晨摄入大量甜食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，早上的人体对葡萄糖耐受性相对较好，但如果一下子过量，胰岛素峰值会提前出现，可能扰乱一天的代谢节奏。一些内分泌科医生形容，早晨暴吃甜食就好比刚睡醒的身体一下被强光照射，生理机能被过度刺激，等中午和晚上再吃饭时，胰岛素调节反而不灵敏了。虽说正常人年轻时身体调节能力强，不至于一次甜早餐就得病，但长年累月每天一杯甜饮配糕点，糖尿病找上门只是早晚的问题。在医生列出的黑名单中，常见的高糖早餐包括含糖豆浆、有些现成豆浆、五谷粉冲饮添加大量糖、果汁和果汁饮料、奶茶、含糖咖啡、各种甜面包蛋糕、松饼、甜饼干、甜麦片等等。不少人以为果汁是健康的，其实一大杯橙汁所含的果糖和葡萄糖不比可乐少，而且缺少了水果的纤维，升糖速度极快。一碗看似健康的谷物麦片，如果是糖霜玉米片那种类型，其含糖量往往名列前茅，并非理想选择。有人喜欢早餐来瓶养乐多、优酪乳饮品，这些里头的糖分其实也不少。总之，只要味道明显偏甜的早餐，多半都不适合天天吃。说到这里，也许爱吃甜的朋友要抓狂了，难道早上连一杯奶茶、一块蛋糕都不行吗？并不是说严格禁止，而是要控制频率和分量。如果真的很想喝奶茶，选择无糖或微糖，去珍珠少配料，也比含糖全额的好很多。咖啡可以用无糖豆浆或脱脂牛奶代替部分糖和奶精。喜欢面包可以选全麦或谷物面包，并尽量不选表面裹满糖霜巧克力的款式。早餐尽量以清淡低糖为主，才能给一天一个平稳的开始。特别是糖尿病患，更应该把各种甜滋滋的饮品点心请出早餐餐桌，否则等于每天早上给自己挖一个血糖陷阱。我们的主角或许也是因为偶尔的纵容，让病情埋下伏笔。他在确诊糖尿病前，并没有把那些奶茶甜点当回事，只觉得一星期才吃一次不会怎么样。但是对一个日渐走向胰岛素抵抗的人来说，
一次高糖冲击带来的危害可能比常人更严重。如果他当时就能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也许会选择跟孙女一同分享奶茶时，把自己的那份改成无糖绿茶，或者在看到漂亮蛋糕时，提醒自己浅尝即止。然而，生活没有如果。他的故事能给我们的教训就是，糖真的不要一次吃太多，尤其是在一天的开始。甜蜜的滋味固然美好，但长久的健康更为珍贵。第4种，加工肉类早餐方便美味中的隐藏风险。说完油炸、白粥和甜食，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种常见却暗藏危机的早餐——加工肉类。所谓加工肉类，指的是经过腌制、烟熏、添加防腐剂等工序的肉制品，比如香肠、火腿、培根、午餐肉等等。在忙碌的早晨，很多家庭和上班族都喜欢用这类加工肉来作为蛋白质来源，比如煎2片培根夹在面包里，煮几根热狗肠配牛奶麦片，或者用火腿切片炒个蛋、炒个饭当早餐。的确，这些加工肉制品使用起来方便快捷，风味也好，小小一片培根咸香适意，能大大提升食欲。一盘炒面或炒饭里只要加了火腿丁，香气马上诱人许多。因此，加工肉早餐颇受欢迎，甚至不少孩子也养成了每天早餐吃火腿蛋三明治的习惯。但是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些美味背后其实隐藏着对健康的不小威胁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加工肉类列为明确的致癌物之一，长期大量食用会增加某些癌症风险。对于糖尿病和心血管健康而言，加工肉同样是个需要警惕的存在。首先，加工肉制品往往含盐量极高，为了调味和保存一根普通香肠或火腿中所含的钠可能远超你想象。高盐饮食容易导致高血压，而高血压和糖尿病本就是难兄难弟，常常联袂出现，互相加重。有糖尿病倾向的人，如果天天早餐来2片培根，等于天天在摄入过量盐分，长远看对血压和血管都是坏消息。其次，加工肉里通常还含有不少饱和脂肪，想想培根煎起来出多少油就知道了。这类肥滋滋的东西吃多了，不仅让血脂升高，也会促进体重上升，间接增加糖尿病风险。当饱和脂肪过多的堆积在肌肉和肝脏时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降低，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种表现。所以，一份培根煎蛋看似提供了蛋白质，但其内含的大量不健康脂肪可能抵消了蛋白质的好处，反而带来胰岛素抵抗的压力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加工肉制品中往往含有亚硝酸盐等防腐剂和发色剂。亚硝酸盐本身无害，但在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这类致癌物，而且有部分研究发现，摄取过多亚硝酸盐的人，胰岛功能也可能受损。虽然机制还在研究中，但趋势显示过量摄入这些添加剂并不利于代谢健康。除此之外，很多火腿香肠在制作时还会加入糖和淀粉来调节口感和粘合，这意味着你在吃肉的同时，也吃进了一定量隐藏的糖分。这些额外的碳水化合物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复杂。让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情景。一位中年上班族早上时间紧，他习惯早餐吃便利店买的三明治和一瓶奶，三明治夹的通常是火腿片、起司、生菜，看起来蛮均衡。然而仔细分析，2片白吐司、精致碳水夹着加工火腿，高盐高脂，起司还好，但也有不少饱和脂肪，再加一瓶含糖的风味奶或者优酪乳饮料，这份早餐几乎把前面提到的不该吃的都凑齐了。高精致淀粉、高盐高脂肉，加上一点糖。如果天天如此，他虽然觉得自己吃了肉，奶有营养，不是饿肚子，但实际上血糖和心血管每天都在受折腾。有研究统计显示，经常吃加工肉类的人，第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很少吃加工肉的人，这与加工肉中高钠、高饱和脂肪和防腐添加物共同作用有关。再说回我们的62岁阿姨，她其实也爱吃肉，早餐有时会在白粥里施一点腊肉丝，或者煎个培根蛋配吐司。有时家里前一天宴客剩下红烧肉、卤牛肉，她舍不得浪费，第2天早上热一热夹馒头吃，听起来像是营养丰富不单调的早餐。
然而其中的盐分和油脂含量都很高，特别是腊肉、香肠这类腌制品，又咸又香，可对胰脏和血管可不友好。医生分析，他后期血糖控制很不理想，部分原因就是早餐中这些加工肉和剩菜加重了代谢负担，一边是粥和馒头猛升血糖，一边是咸肉咸菜让血压飙高，血液粘稠，双管齐下地破坏健康平衡。可以说，加工肉类早餐就像暗藏的慢性毒药，每天一点点，时间长了让坏结果浮出水面。因此，医生们强烈建议早餐尽量少碰加工肉类，要摄取蛋白质，可以用新鲜的瘦肉、蛋类或奶制品替代。比如早上想吃肉，可以前一晚备好腌制的鸡胸肉丝或牛肉片，早上快速汆烫或快炒，比吃培根香肠安全健康得多。或者干脆吃水煮蛋、茶叶蛋这样的天然蛋白质来源，搭配全麦面包和蔬菜，也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。如果觉得时间赶，其实一根香蕉加一把坚果配合优酪乳，都胜过一个香肠面包来得健康。最重要的是，养成看食品标签的习惯。超市买的火腿培根，成分表里的钠含量、脂肪含量往往惊人。看看也许就打消了天天吃的念头。总之，加工肉当成偶一为之的调剂尚可，但天天早餐离不开它，就要当心身体吃不消了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再来总结反思一下，从油炸薯条、油条到白粥、白面包，再到奶茶蛋糕，还有火腿培根，这4类早餐是不是很多人都熟悉甚至喜爱？现实就是，越是美味、方便让人上瘾的早餐，往往越需要我们慎重对待。我们并不是要剥夺大家早餐的乐趣，而是希望大家看清这些食物的真实面目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以适当的频率享用它们，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每日的常规。回到我们故事的开头，那位不幸去世的女士，用她的经历向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医生呼吁我们停止贪吃这4种早餐，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无数案例和研究得出的结论。长期摄入油炸、高精致、高糖、高盐、高脂加工食品的人，罹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几率远远高于饮食清淡均衡的人。早餐吃不好，不仅毁了一天的血糖控制，更可能在未来埋下慢性病的种子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从此清心寡欲，每天只能啃菜叶吃粗粮？其实健康的早餐也可以多姿多彩，满足口腹之欲。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简单的改变，比如把油条换成全麦吐司加水煮蛋，增加蛋白质和纤维；把白粥换成加入燕麦和南瓜的杂粮粥，既养胃又稳定血糖；把奶茶换成无糖豆浆或牛奶，顺便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。至于喜欢肉，可以准备烤鸡胸、水煮瘦牛肉作为三明治馅料，配上生菜、番茄，风味并不比火腿差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重点，蔬菜和水果。很多人早餐没有吃蔬菜的习惯，但其实早上适量来点生菜、黄瓜、小番茄，或者一小份低糖水果，如奇异果、莓果，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，帮助降低餐后血糖上升速度。中国的营养指南就建议，早餐最好有一份水果或蔬菜。这些好的习惯一开始可能需要点准备时间，但当你发现自己一上午精力更稳定，不容易饿，血糖值也更漂亮时，就会感谢自己做出的改变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健康并非一朝一夕的绝对禁欲，而是在均衡与节制中找到享受生活的方式。如果特别嘴馋想念油条大饼，也许选个周末少油自制，或与家人分享一份小小解馋即可，而不是天天买来当主食。如果过生日吃了蛋糕，第二天早餐就清淡些，补偿回来。关键在于长期的习惯。那位阿姨并不是因为吃了一次甜甜圈或一根油条就猝然病发，而是年复一年不当的早餐选择累积的伤害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检视自己的早餐清单，问问自己，今天早上我吃的是在滋养身体，还是在为未来的疾病埋单？医生的呼吁言犹在耳，4种早餐尽量停用，别再贪吃了。为了我们自己的胰岛着想，为了远离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病，从明天开始，
给自己准备一份友善的早餐吧。也许是一碗燕麦牛奶配坚果水果，也许是一份清爽的鸡蛋蔬菜三明治，又或者是传统早餐的小米南瓜粥加一个茶叶蛋。选择很多，重点是心态转变，让健康的饮食成为习惯，而让那些不健康的美味变成偶尔的点缀。别忘了，早餐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在塑造着你的未来健康。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汲取教训，既享受美食，也拥有长久的健康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让我们一起为明天的自己吃得明智，吃得安心。